楚氏天族的主城之外，楚风三人依旧被兵卫堂的人拦在那里。可是聚在此处的人却已不止楚风三人以及兵卫堂的那些人马。消息传得很快，楚风回到楚氏天族，并且被兵卫堂的人马拦在主城之外的事情正在传开。眼下有着许多人正在往这里汇集，眼下已有上万人汇集在兵卫堂的后方，并且这个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其中还有许多熟人，比如楚灵溪、楚若诗、楚怀宇、楚宪硕，同时还有一个楚风不认识他，但他却认识楚风的人，这也是一名小辈，他叫做楚怀。当初在百炼凡界的时候，这楚怀与楚月都是跟随着楚般若，负责监视百炼凡界情况的。而回到楚氏天族之后，他虽然一直在族内修炼，可是他对楚风的消息却一直非常的关切。楚风，你竟然真的已经成为了五品真仙！楚怀在暗中观察着楚风，感受到楚风身上的气息后，他感叹不已。想当初在百炼凡界第一次看到楚风的时候，他便已是4品真仙，而楚风那个时候还是小小的五祖，而现在楚风已是5品真仙，可是他却还是4品真仙。想当初他还是百炼凡界如同神邸一般俯视众生的存在，可是现在尽管站在这楚氏天族的领地上，但他看着楚风却有着一种仰望之感。天才果然是修武界最不讲理的存在。感叹之余，楚怀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他为楚风感到高兴。天才，这楚风不过是一个废子罢了。楚怀的那声轻叹被身旁的一位族人听到，那位立刻冷笑起来，而这个人正是当日在鬼宗殿外楚怀宇的跟班之一。是啊，一个废子，真以为有楚轩正法罩着他，他就能够回到族内了，真是异想天开。现在傻眼了吧？居然直接被拦在了主城之外，真是活该。紧随其后，又有族人开始讽刺起来，他们讽刺得很大声，并非是有意要让楚风听见，他们是有意要让楚怀宇听见。毕竟说这些话，他们也是在拍楚怀宇的马屁。而他们虽然是拍马屁，但是楚氏天族内也的确有许多人不喜欢楚风，有很多人不希望楚风回到楚氏天族，所以一时之间羞辱楚风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住口！可就在这时，一声怒喝忽然自主城的方向响起。当那声怒喝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赶忙闭上了嘴巴，因为那道怒喝之音传自楚轩正法的口中。楚轩正法率领着刑罚堂的大军自主城之内飞掠而来，一路而来，凡是看到他们的人都是赶忙闪避，当真是气势不凡。最终楚轩正法所率领的刑罚堂大军来到了那群兵卫堂的人的身后，让开！楚轩正法对那兵卫堂的楚墨琼说道，语气之冷漠，简直就是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正法大人，并非是我不遵从您的命令，而是楚墨琼说话间便将手中那块太上长老的令牌抬了起来，他是想要凭借这块令牌压制楚轩正法。可谁曾想，对于那块令牌，楚轩正法看都不看，而是冷漠地说出了一个字：滚！他这个字说得很大声，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此刻那楚墨琼的脸色简直难看到了极点，就连一双拳头也是握得越来越紧，若是离他近的话，便能够听到他那拳头滋滋作响的声音，可想而知此刻的楚墨琼是多么的愤怒。怎么想动手？楚轩正法问道。不敢，小的不敢。可是当楚轩正法开口之后，楚墨琼却是赶忙低头认错。他很清楚楚轩正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更清楚哪怕再不爽也不能违背楚轩正法。于是哪怕这楚墨琼手里握着太上长老的令牌，可却也不得不赶忙率领着兵卫堂的众人离开。楚风，让你受委屈了，只是族内有族内的规矩。楚轩正法对楚风说道，话语之中蕴含着浓浓的歉疚，毕竟是他劝楚风回来的，结果楚风回来了，却发生这样的事，他自然愧对楚风。然而楚风甚至楚轩正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所以没收没有半点怪罪楚轩正法的意思。相反，楚风也对楚轩正法充满了愧疚。前辈，若是楚氏天族不愿意，便算了，我楚风并非一定要回到楚氏天族不可，不是楚氏天族之人，我反而落得逍遥自在。楚风说道。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看不起我楚氏天族不成？真是大胆，你这种人就该永世为废子。楚风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楚氏天族众人的不满，一时间斥责楚风的声音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向楚风袭击而去。都给我闭嘴！刑罚堂做事之时，有你们说话的份吗？谁再敢废话半句，便以族法处置！楚轩正法怒吼一声，不仅虚空为之震颤，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心中一紧，毕竟这可是一位尊者境的强者。虽然楚氏天族尊者境的强者绝不止楚轩正法一位，可至少在场之中，或是说现身的族人之中，只有楚轩正法这一位尊者境的强者。楚轩正法此话一出，所有看楚风不爽的人都闭上了嘴巴，他们也看得出来，楚轩正法是真的看好楚风，是要为他撑腰的。哼，你就算再看好楚风也没用，你只是刑罚堂副堂主，而现在不允许楚风回到族内的，乃是太上长老大人。我看你怎么保这楚风。不爽之际，人们只得在心里暗骂那楚轩正法。楚风，太上长老大人的意思，你是可以回到族内的，只是你必须经受考验。楚轩正法说道。什么？太上长老大人居然让他回到族内？楚轩正法此话一出，顿时让那些不希望楚风回到族中的人们心中一紧。什么考验？楚风问道。需要登上9重天擂台。楚轩正法说道。9重天擂台，这考验也未免太简单了吧？听到这里，那些族人则更加的惊讶了，同时也很是不爽，因为他们几乎都曾登上过9重天擂台，深知登上那天擂台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就在这时，楚轩正法却补充道，必须登上第8重才算合格。这一刻，轮到那些希望楚风回到楚氏天族的族人惊讶了。第8重，这也未免太难了，
整个楚氏天族只有楚氏天族的老祖登上过那第8重啊。而在楚怀这些人心生担忧之际，如楚怀宇等人则是心中大喜。楚风，这下看你怎么办？楚怀宇心中冷笑起来。可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要被难住之际，楚风却是面无表情地说了2个字：可以。楚风此话一出，在场之人全是面露景色，哪怕如楚灵溪这种向来波澜不惊的少女，一双美眸之中也涌现出了诧异。居然就这样应了。楚风是不知道那第8重的难度，还是说他真的有这个自信？当楚风应下之后，楚宣正法摆了摆手，刑罚堂便有多人离去。很快的，那些人便重返此处。只是当他们返回的时候，他们抬着一个物体，那物体是玻璃打造成的9层台阶。这台阶楚风见过，当初在祖武下界那天路之中，他父亲就曾用这个9层台阶测试过楚风的修武潜力，而这个9层台阶正是9重天擂台。楚风，此题名为9重天擂台，这是楚氏天族每个小辈到了20岁都要登上的台阶。这9重天擂台主要测试的是天雷血脉拥有者的毅力，因为天雷血脉拥有者的毅力乃是修炼的关键。毕竟修武这条路靠的就是坚持，尤其是我们天雷血脉的拥有者，只要修炼了自伐玄功，每突破1重刀修为便会遭受雷罚，而能否承受住雷罚，体质是一方面，毅力才是最重要的。而这9重天擂台，每登上1重台阶，都会对你的天雷血脉产生共鸣以及痛苦，那痛苦会影响你的动作，想要退回来很容易，可想要踏上去却是很难。可以登上的台阶越高，便表明毅力越足，日后可以取得的成就也就可能越高。简而言之，登上的台阶越高，便说明天赋越强。只不过今日你必须登上那第8重，才可以通过考验。楚宣正法详细的为楚风讲述着关于这9重天擂台的事情。只是说这句话的时候，楚宣正法的脸上却涌现出了一抹惭愧。他深知登上第8重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一些，可是谁曾想，对于这个要求，楚风只说了一个字好。话罢，楚风便向那9重天擂台走去。这一幕让在场之人感到惊讶。楚风这究竟是没听懂楚宣正法的话，还是他真的无所畏惧？楚风，你真以为你能登上那第8重？就在此刻，一道充满讽刺的反问忽然响起。楚宣正法已经明令禁止众人不许再开口插嘴，可是这个人却还敢开口，并且对楚风进行嘲讽，只因为他叫楚桓宇。楚桓宇身为楚氏天族当今天赋最厉害的天才之一，他并不怕惹祸，因为他知道他是楚氏天族的未来，哪怕惹下天大的祸端，楚氏天族也不会真的为难他，相反只会护着他，所以他才这般有恃无恐。而楚桓宇这一开口，倒是让不少楚氏天族的小辈心中大爽，其实这也是他们想说的。而面对众人那渴望答案的目光，楚风则是面色不改，而是看着楚桓宇问道：你应该没登上过第8重吧？听得此话，楚桓宇顿时面露难堪之色。他的确没有登上过第8重，莫说第8重，他连第7重都没登上去过。楚风这句话可以说是说到了他的痛处。你登不上第8重，不代表我楚风登不上第8重。楚风说道。楚风，你可真是无知，在我楚氏天族历代以来，只有一个人登上过9重天擂台的第8重，那便是我楚氏天族的老祖。你以为你能与我楚氏天族的老祖比肩吗？楚桓宇愤怒地斥责道。而他此话一出，楚氏天族的许多小辈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楚桓宇的话。与此同时，也都向楚风投去鄙夷的目光。而对于此话，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说道：依我看，无知的是你。你说什么？你一个废子，居然说我无知！楚桓宇脸上的怒色越来越浓。你先前说这9重天擂台的第8重只有楚氏天族的老祖登上过，但我可以告诉你，这9重天擂台的第8重还有2个人登上过。楚风说道。什么？还有2个人登上过第8重？是谁啊？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楚风此话一出，顿时引起在场小辈们的惊讶。对于这件事，他们还真是没有听说过。你们不知道没关系，我楚风可以告诉你们，那2个人分别叫做楚汉仙和楚轩辕，而他们分别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楚风说道。真是可笑，我从小在族中长大，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件事？就是我也没听过。楚风，你可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楚风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众位小辈的斥责，并且他们斥责得非常的认真，因为对于此事，他们的确是从来没听说过。都闭嘴！就在此刻，楚宣正法高喝一声，随后说道：楚风所说乃是真的。什么？竟是真的？楚风的爷爷和父亲竟然都登上过第8重天擂台，天啊，那不是达到了与我族老祖同样的高度？楚宣正法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小辈都面露惊色。对于此事，他们之前真的从未听闻，他们一直觉得只有楚氏天族的老祖登上过第8重，现在得知楚风的爷爷和父亲居然都曾登上过天擂台的第8重，他们怎能不惊？事实上，在我楚氏天族的记载中，登上天擂台第8重的只有老祖一人。楚宣正法再度说道。怎么回事？刚刚不还说楚风的爷爷和父亲登上过第8重，怎么现在又只有老祖一人了？到底怎么回事？莫非是楚风的爷爷和父亲登上了第8重，但是没能站稳，或是说只是登上了一只脚，未能全部登上，所以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成功？对，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楚风的爷爷和父亲未能成功登上第8重。想到之类，那些不喜欢楚风的小辈反而释然了不少，并且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讽刺起来。众人心中暗想，并未成功登上第8重，你吹什么吹？虽然踏上第7重也已经很是厉害，可是那也只是第7重，与第8重完全是2个概念。此事不了解楚汉仙和楚轩辕的小辈们几乎认定楚汉仙和楚轩辕根本就没能成功踏上天擂台的第8重。而在他们确认自己心中猜测之际，楚轩辕却再度开口，目视那些小辈，以非常响亮的声音说道：天擂台第8重的名单上的确没有楚风的爷爷和父亲，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
楚风的爷爷和楚风的父亲最终登上的乃是天雷台的第9重。此话一出，宛如惊雷炸响，震得所有小辈都是为之一愣，他们神情呆滞地愣在了那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先前所听到的话。天雷台第9重，那岂不是说楚风的爷爷和父亲都超越了他楚氏天族的老祖？此一刻，那些小辈开始将目光投向在场的长辈们，明里低声喧哗，暗里暗中传音，他们开始向在场的长辈们进行求证，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楚轩正法所说是否是真了。毕竟楚氏天族的老祖楚叶天红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可是不可取代的，那可是有史以来的最强者啊！楚轩正法居然说楚风的父亲和爷爷在天赋上都曾超越过楚叶天红，这已经不是能否接受的事情，而是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的事情。正因如此，当他们求证之后，脸上的惊讶反而更加的浓郁，因为他们所有的求证都达到了肯定的回复。楚轩正法他并未说谎，楚轩辕和楚汉仙这2人的确都曾登上了9重天雷台的第9重。此刻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已经变得越发复杂，都说虎父无犬子，楚风身为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搞不好真的能够登上那天雷台的第8重。哼，就算你父亲和你爷爷都登上过那第9重，那又如何？他们的成就是属于他们的，并不属于你。楚怀宇对楚风说道。对于此话，楚风并未反驳，而是淡淡一笑，随后只说了一句：“你看着就好。”话罢，楚风便当着众人的面走上了那9重天雷台第1重台阶。当楚风的脚刚踏上去的一刻，那玻璃一样的台阶竟然传来一声怒吼。与此同时，道雷霆也是自台阶浮现，顺着楚风的脚底涌入楚风的体内，沟通楚风的天雷血脉。此时此刻，楚风已被雷霆所包裹，而伴随着雷霆入体，那强烈的痛感也是涌遍楚风全身。楚风只感觉自己就像被麻痹了一样，从内至外被一重雷霆劈打着、折磨着。但是这种疼痛，楚风却可以忍受，毕竟楚风并非第一次踏上这天雷台，可能是因为曾经走上过天雷台的原因，也可能是如今自己的实力提升了许多的原因。楚风竟然觉得这一次踏上天雷台所受的折磨比上一次要减轻了许多。这种情况下，楚风连续向上踏出2步，眨眼之间就来到了第3重台阶。当来到第3重的台阶的时候，便不是1重雷霆侵入他的体内，而是3重雷霆。3重雷霆带来的疼痛与折磨，远非1重雷霆可比。可是楚风却是面色不改，这家伙竟然这么厉害！眼见着楚风居然面色不改，那些不喜欢楚风的小辈眉头紧皱，而那些支持楚风的则是暗自窃喜。这天雷台的第3重，虽然楚氏天族的人大部分都可以踏上去，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第3重却已是终点。然而楚风来到这第3重，任凭雷霆萦绕，居然面不改色，这足以证明楚风的毅力绝非常人可比。一时之间，那些不希望楚风回到楚氏天族的人有些担忧起来，但是如楚怀宇却是并没有太过紧张。他很清楚楚风是有天赋的，而对于天才来说，第3重根本不算什么，唯有第6重才是真正的考验。对于众人心中所想，楚风并不知晓，所以他继续向上走去。楚风又连续踏出3步，3步之后已经来到了第6重台阶。这混账！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楚怀宇也是眉头紧皱。天雷台第6重，那便是他最终的成绩。想当年，当他踏上天雷台第6重的时候，已是摇摇欲坠，连再迈出1步的力量都没有。可是再看楚风，他只是脸色有些发白而已，但也仅限于此。楚风除了脸色发白之外，脸上竟然连一滴汗水都没有流下，这说明那天雷台第6重对他的折磨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厉害啊，副堂主大人！看来楚风他真的有希望踏上天雷台的第8重。此刻，楚行的与楚行人2兄弟甚是激动，而楚轩正法则是摆了摆手，示意他们2人不要说话。虽然禁止旁人说话，可是楚轩正法的脸上分明也涌现出兴奋之色，他比任何人都要激动，他比任何人都希望楚风能够踏上那天雷台的第8重。正因如此，他才更加专注地注视着这一切，甚至不愿意他人多言，怕他人影响到楚风。而就在此刻，楚风再度迈出脚步，登上了天雷台的第7重。当楚风来到天雷台的时候，众人的惊叹之音已是响彻不断。那惊叹之音不仅仅是小辈的，就连在场的老一辈强者也是忍不住发出惊叹。要知道，这可是楚氏天族，这些可都是楚氏天族之人，是整个大千上界最见多识广、最高贵的人啊！可是当看到楚风登上天雷台第7重，他们实在做不到继续沉稳，因为那天雷台的第7重可是楚氏天族的现任族长所登上过的地方。也就是说，楚风的天赋至少可与楚氏天族的现任族长比肩。楚风还真是小看你了。此刻，就连楚灵溪也是美眸转动，那第7重可是连他也不曾登上过去的地方，而只要登上这第7重，那便是人中之龙，是楚氏天族之中的人中之龙。然而，这却并不是楚风的目标。只见楚风抬起了脚，他是准备登上9重天雷台的第8重。当楚风做出这个动作的一刻，所有人都是目不转睛，甚至屏住了呼吸。那可是楚氏天族的老祖才能登上去的地方，楚风他可以吗？他成功了！楚风的一只脚成功的踏上了第8重台阶，超越了楚氏天族的现任族长，超越了楚氏天族的许多人。这第8重台阶，毕竟历史上只有3个人踏上过，那便是楚风的爷爷楚汉仙、楚风的父亲楚轩辕，以及楚氏天族的老祖楚叶天红。做到了，楚风他真的做到了。这一刻，莫说在场之人双眼炙热，就连楚氏天族的主城深处，一位老者的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楚氏天族当今的第2强者楚汉鹏。看来
你的确是楚轩辕的儿子。楚汉鹏话到此处，便毅然转身，准备就此离去。可是他刚转过身，便又察觉到了什么，随后立刻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下一刻，在他那深邃的眼眸之中，竟然也涌现出难以置信的惊讶目光。而与此同时，在那主城之外，楚氏天族的众人早已彻底的炸开了锅。楚风在登上九重天擂台的第8重之后，竟然再度抬起脚，并且成功的落在了第9重之上。天哪！他是要挑战9重天擂台的第9重，他能做到吗？楚风真的可以踏上第9重？人们惊呼不断，而那些不喜欢楚风的小辈们则彻底傻眼了。第8重已经证明了楚风那楚氏天族当今所不具备的老祖级天赋，可是楚风居然还要挑战第9重，这要是被他挑战成功了，那还得了？莫说回到楚氏天族了，楚氏天族一定会着重培养，怕是楚若诗、楚灵溪、楚怀宇、楚浩言这等天才都不如他了。而就在此刻，楚风的第2只脚已是离开天擂台的第8重，最终稳稳地落在了天擂台的第9重之上。楚风他已经站在了9重天擂台的第9重。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莫说那些小辈们，就连那些长辈们也都看傻眼了。这么多年了，自从楚轩辕之后，还从来没有人能够登上这9重天擂台的第9重，看来还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此刻，有一些长辈们忍不住在心中暗暗夸赞起楚风有问题，这9重天擂台绝对有问题，他怎么可能踏上9重天擂台的第9重？就在此刻，一声怒喝忽然响起，是楚怀宇。楚怀宇在鸦雀无声之际，猛然高呼一声，宛如晴空之上忽然出现一道惊雷，顿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楚怀宇，你这是何意？你是在说我刑罚唐造假？楚轩正法很是不悦地问道。我不针对任何人，但这9重天擂台绝对有问题，我也不与你们争辩。我楚怀宇用自身来向所有人证明，这9重天擂台是有问题的。楚怀宇此话说完，便立刻动身，他进然而已向9重天擂台走去。他，楚怀宇的速度很快，眨眼间已是来到了9重天擂台的第4重。可是此刻的他却是慢了下来，4重天雷围绕着他，他的脸上布满痛苦之色。楚怀宇，他居然在第4重就有些撑不下去了。人们惊愕，这可是楚氏天族的天才，曾经登上过9重天擂台第6重的天才啊！他居然在第4重就面露痛苦之色，那这恰恰说明这9重天擂台并没有问题。不可能，我楚怀宇不信！猛然间，那楚怀宇又是一声怒吼，随后他竟然连续踏出2步，直接来到了9重天擂台的第6重。可是当他到第6重的时候，不仅面容憔悴，更是汗如雨下，浑身上下都在瑟瑟发抖，他已是无法再踏出1步。哇！这种情况下，楚怀宇又发出了一声怒吼，那是极为不甘的怒吼。他不甘心，非常的不甘心，他不甘心这9重天擂台，楚风已经登顶，踏上了第9重。可是他自认为一代天才，甚至日后能继承楚氏天族家族之位的他，竟然限制于第6重，连第7重都踏不上去。一声怒吼之后，那楚怀宇竟然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随后便自9重天擂台跌落而下。怀宇见此一幕，立刻有楚氏天族的前辈将楚怀宇接了过去。此刻，那位接住楚怀宇的老者一脸的心疼，可是随后他却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怀宇以身试险，已经证明了这9重天擂台并非是假的，而是真的，是他们都曾登上过，是那个不可能登顶的9重天擂台。可就是这样一个9重天擂台，楚风此刻竟然站在顶端。不仅如此，楚风此刻虽然也是满面痛苦之色，甚至身体也在微微颤动，可是他却并没有支撑不下去的症状。这小鬼真的是妖孽不成？见此一幕，怀抱楚怀宇的老者忍不住感叹一声，而他这一声感叹更是应了所有人心中所想，能够登上天擂台第9重，并且还屹立不倒，这真的是人能做到的事吗？怕是用妖孽2字都无法形容楚风的恐怖了吧？楚风在想什么？可就在这时，却有人注意到楚风不对劲。楚风站在那9重天擂台上，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不仅可以回到楚氏天族，他还将得到楚氏天族的前所未有的培养。毕竟这可是登上了9重天擂台第9重的人啊！但是楚风他的脸上不仅没有高兴，反而有些呆滞，那个样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只是人们不解，楚风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楚风他的确在想着一件事，是关于这9重天擂台的。因为楚风他觉得这个9重天擂台有些不对劲。其实自从登上这9重天擂台的第6重的时候，楚风就有所怀疑了。直到来到这天擂台的第9重时，楚风才确定了自己的怀疑，并非是多疑。这个天擂台，当初他父亲让他登的那个有所不同，若非要形容，那就是弱了。尽管这个天擂台的力量也很强，可比之当初在天路之内，他父亲为他准备的天擂台，还是要弱了不少。对，是弱了很多，而不是一星半点。甚至楚风觉得弱了整整1重。也就是说，楚风此刻所站立的9重天擂台的第9重，只相当于天路内那第8重的力量。莫非还有第10重？这种情况下，楚风产生了这种想法。随后，楚风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楚风又抬起了脚，这一次他是把脚踏向了前方，而那里已经超出了9重天擂台的范畴，是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他这是要做什么？该不会是被雷霆击傻了吧？当楚风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各种想法在人们心中升起。可是下一刻，令人更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楚风的落了下来，就好像踩到了什么样。而就在下一刻，道雷霆竟自楚风的脚下浮现。那雷霆出现之后，便向9重天擂台链接而去，隐隐约约间，竟然又形成了一道台阶。那是怎么回事？此刻，众位小辈皆是一脸茫然，就连楚若诗、楚灵溪这样的天才也甚是不解。是天擂台的第10重，是传说中的第10重。此刻，楚轩正法大声的嘶吼起来，如同他这样的人物，此刻竟然失控了。
第10众。而听得此话，小辈们的神情则更加的惊讶，他们已经隐隐间意识到了什么。相传9重天擂台原本为10众，奈何无人可登顶，所以10众便消散，只剩下了9重。可日后只要有人登顶于9重，并且仍可继续上行的话，便会将那消失的第10重唤醒。原本以为这只是传说，想不到真的存在。此刻，处世天族看似德高望重的老者，一边看着楚风，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胡须，说道：“这么说来，楚风他唤醒了传说中的天擂台第10众。”听得此话，众小辈越发吃惊，太不可思议了！楚风今日所做的一切，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只是那传说中的第10众，他能踏上去吗？震惊的同时，人们却也发现，此刻的楚风早已是满脸的痛苦之色，在他的身上终于出现了难以支撑的痕迹。楚风他只是踏上了一只脚，在那第10众，这根本就不算是登上去了，唯有双脚皆是踏上去，那才算成功。但看楚风那艰难的模样，人们却也觉得楚风很难成功。事实上，此刻的楚风的确已经快要到了极限。当他的脚踏在那第10众的时候，楚风只感觉整个灵魂都要被那雷霆所撕裂，那种痛苦实在太过难以承受。可是楚风的内心却是狂喜的。父亲大人，你居然骗我！楚风感叹道。而他的这个感叹，唯有女王大人能够听见。楚风，你在说什么？你父亲他如何骗你了？女王大人问道。蛋蛋，你已经知道，这个天擂台和我父亲在天路内为我所准备的天擂台不同。楚风说道。的确不同，只是我不明白，为何你说你父亲骗了你？女王大人问道。2个天擂台不可能不同，之所以不同，那就说明其中一个有问题。眼下这是处世天族的地头上，处世天族之人，每一个人都要在成年之际登上这天擂台，所以9重天擂台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这个天擂台不会有问题。而这个天擂台没有问题，那就说明我父亲让我登上的那个天擂台有问题。楚风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在天路内的天擂台上动了手脚，增强了天擂台的力量？女王大人说道。我觉得多半就是如此了。楚风说道。这么说来，当初在天路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成功的踏上了第9重。哈哈，原来如此，难怪。但是你只是踏上了第8重，你父亲就那么高兴，搞了半天第8重就是第9重，而你未能踏上去的第9重，乃是这9重天擂台的第10重。此刻女王大人欣喜若狂，毕竟这证明楚风的天赋不比他的父亲和爷爷弱。楚风，这第10重天擂台，想必你爷爷和你父亲都未曾踏上去过，你若是能踏上去，岂不是在天赋上已经超越了你的父亲和爷爷？女王大人问道。我倒并不想超越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可是我身为一个废子，我迫切的想要证明我自己。当初我被认定没有修武天赋，在头上被烙印废子的印记，只是婴儿之时就被驱赶出家族。今日我楚风重回处世天族，我就必须要证明自己。我不是要证明我比谁强，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当初看走了眼。我楚风并非没有修武天赋之人，我没有辱没楚轩辕的名号，也没有辱没楚汉仙的名号。我楚风没有丢我父亲和我爷爷的人。话到此处，楚风便咬紧牙关，毅然地抬起了另一只脚。哈！只见一片雷霆在那天擂台的第10众炸开，楚风的双脚已经全部站在了天擂台的第10众之上。楚风踏上了这个从未有人踏上过的传说中的第10众，他居然真的做到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见。楚风他不仅唤醒了那传说中的第10重天擂台，他更是成功的踏上了那第10重天擂台。此刻，莫说在场之人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就连处世天族主城深处那位太上长老楚汉鹏，目光也是越发的复杂。这位处世天族的第2强者竟然有些不淡定了。而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在天空深处炸开，下一刻9色雷霆出现在天空深处，那雷霆如同漩涡一般盘旋，很快便相融在一起。那是什么？此刻莫说小辈满面惊恐，就连老一辈的强者也是有些慌了。他们是处世天族之人，对于9色神雷早就司空见惯，可是此刻出现在天际之上的9色神雷却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是真正的毁灭性力量。它若劈落而下，是真的要杀人的。不仅仅是楚风要倒霉，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倒霉。那神雷不仅仅是异象，大家快退散，回到主城之中。猛然间，有人大喝一声，下一刻在场的处世天族众人便向处世天族的主城飞掠而去。楚风，快下来！眼见不妙，楚轩正法则是大声呼喊起来。可是当天空深处那9色神雷出现之际，那天擂台的雷霆也是变得异常的猛烈。楚风已经彻底被雷霆覆盖，只能隐隐约约间看到他的身影，却根本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况，这让楚轩正法越发的焦急起来。眼见几声呼唤之后，楚风没有任何反应，楚轩正法便身形移动，向那天擂台飞掠而去。他想强行将楚风给带回来。然而当楚轩正法靠近之后，那天擂台的雷霆便对楚轩正法发动了攻势，楚轩正法竟然被硬生生的轰飞开来。然而楚轩正法绝非只被轰飞那么简单，他此刻竟然浑身焦撞，似被烈焰燃烧了一般，已是身负重创。副堂主大人见此一幕，刑罚堂的众人赶忙飞掠过去。我没事。楚轩正法已经疼得龇牙咧嘴，可是他的目光却一直锁定着楚风。就在此刻，天空深处的雷鸣声越来越刺耳，但凝聚在一起的9色神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随时都会轰落而下。楚轩正法，你若想你刑罚堂的人给你陪葬的话，就一直站在外边，否则立刻回到主城来。此刻，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定目观望，是太上长老楚汉鹏。楚汉鹏已不在主城深处，眼下正站在主城的城墙之上，负手立，凝望着楚轩正法。此刻，楚轩正法的内心非常的纠结，也非常的矛盾。他明白楚汉鹏的意思，他若留在这里，
他刑罚堂的人也会陪着他留在这里。而待那天上的雷霆轰落而下，倒霉的便不只是他和楚风，他刑罚堂的人也将面临那雷霆的灭杀。父亲，此刻又有一声呼唤响起，是楚灵溪。楚灵溪并未进入主城，而是站在城门口，凝望着楚轩正法。灵溪，快进去！楚轩正法大喝道。我不。楚灵溪倔强地摇了摇头。楚轩正法甚是为难。就在此刻，那漫天的巨响自头顶之上倾洒而下，整个天地都为之颤动起来。该死！见此一幕，楚轩正法记得咬牙切齿。随后只见其大袖一挥，一道金芒掠向那天擂台。当掠入正上方之际，那金芒便忽然散开，化作一道大阵，将天擂台护在了当中。那是一件守护至宝。当丢出那至宝的同时，楚轩正法也是身形一纵，带着刑罚堂的众人向楚氏天族的主城飞掠而去，将城门口的楚灵溪一同带入了主城之中。阵起，当楚轩正法带着楚灵溪等人进入主城的一瞬间，那楚汉鹏便将一面旗子丢上了虚空。那旗子似乎碰触到了什么，竟然荡起了一道涟漪。那涟漪化作9色雷霆，迅速弥漫开来，眨眼间便将那浩瀚的主城给封锁。原来那是一道守护大阵，而那守护大阵的力量绝对非常的利奥的，至少比楚轩正法所丢出的那件至宝要强横100倍不止。而就在这时，那9天之上劈落而下的9色神雷已然落下，并且正对着楚风所在的天雷台便轰了过去。的一声巨响，漫天的雷霆便自那天雷台处肆虐开来。但是那看似声势浩荡的9色神雷却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浪，莫说波及到主城，甚至那波及范围不过100米而已，这可完全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想。莫非这也只是异象？楚风！可就这时，楚轩正法却是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当他这一吼，人们才注意到那天擂台已经不在了，被硬生生的轰碎。而楚风他则飘于虚空之上，楚风的肉身已然被毁，那是灵魂体。楚风只剩下了灵魂，并且此刻也是闭着眼睛，生死未知。就在此刻，那护住楚氏天族主城的阵法也是忽然消散开来，是楚汉鹏解开了这护城大阵。而当护城阵法解开的一瞬间，楚轩正法便笔直的飞掠而出，第一时间来到了楚风身前，将楚风抱入了怀中。当楚风入怀的一刻，楚轩正法那紧张的脸色倒也是缓和了一点，因为楚风还活着，可是也只是缓和了一点而已。虽然楚风还活着，可是楚风的气息却非常的弱，甚至灵魂都有要散开的迹象。修武者踏入真仙境，灵魂不毁，肉身不灭，可是灵魂若灭，那就是真的死了。太上长老大人，现在我能将楚风带入主城了吗？楚轩正法抬起头，看着那城墙之上的楚汉鹏说道：父辈之事与此无关。楚轩辕当初虽然犯下大错，乃是为了楚风，但那却绝非楚风所愿。而楚风他既然并非无法修武之人，又是楚汉仙之孙儿，他有权回到我楚氏天族，所以从今日起，楚风他便是我楚氏天族之人。楚汉鹏高声说道。而他此话说完之际，楚轩正法便抱着楚风跃入了主城之内，且同时大喝一声，把所有医师叫到刑罚堂主殿。那从天降的9色神雷所造成的破坏非常之小，小到超乎众人之预料。可是那9色神雷还是毁坏了天雷台，伤到了楚风。楚风的伤势非常的严重。楚轩正法把楚氏天族最好的医师叫到一起，一同为楚风医治，耗费了无数疗伤奇药，用了9天9夜的时间，才勉强将楚风从鬼门关拉回来。只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并未立刻痊愈，仍处在昏迷之中，但是总归还是把命保住了。当楚风还活着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整个楚氏天族都不安宁了。有人窃喜，废子归来竟是逆天之妖孽，此乃楚氏天族之希望。但有人惆怅，楚风天赋如此厉害，必将受楚氏天族重点培养，这对于那些不喜欢楚轩辕以及与楚轩辕有仇之人来说极为不利。楚风若崛起，楚轩辕迟早也会翻身，但是对于外界之事，楚风根本就不知晓。楚风只感觉浑浑噩噩过了好久，像是被困在了一个地方，怎么逃都逃不掉，甚是慌乱。终于楚风的眼前出现了一束光，他努力向那光的方向前行，终于他的眼前变得清晰。楚风苏醒了，他苏醒的时候躺在一张特殊的床上，而床边站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正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自己。楚风，你醒了，太好了！见楚风苏醒，这名女子欣喜若狂，高兴的又蹦又跳。你是？楚风的脑袋仍非常胀痛，此刻他的意识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楚风可以确定眼前这个女子他不认识。你不认识我？哎呀，差点忘记了，你的确不认识我，不过我可认识你。当初你在百炼凡界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楚般若你还知道吧？我当初就是跟着楚般若负责监视百炼凡界的。女子说道。原来是这样，那就难怪你认识我了。楚风感叹的笑了笑，随后说道，那我该怎么称呼你？我叫楚月，你若不嫌弃，就叫我楚月姐姐吧。女子恕道。楚月，听的这个名字，楚风微微愣了一下，好熟悉的名字，在祖武下界九州大陆青州境内的楚家，也曾有一个叫做楚月的人，如眼前这个女子一般，给予过楚风明媚而安逸的微笑。那是他的堂姐，虽没有血缘关系，可却如亲姐姐一般，待他极好。所以听到楚月这2个字，楚风倍感亲切。怎么了？见楚风有些走神，楚月问道。没事，那我就叫你楚月姐吧。楚风笑着说道。好啊，都是一样的。见楚风真的称呼自己为姐姐，楚月非常的高兴。虽然当日楚风在主城门外登上天雷台第10重的时候，他并不在，可是却从楚怀等人口中听到了那日的震撼。楚风已经不再是废子，他已经被太上长老认可，如今乃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并且以楚风的天赋，那一定会得到楚氏天族的重点培养。这样的人物能与他结下好的关系，绝对错不了。楚月姐，
我昏迷多久了？楚风问道。你昏迷了已经有10天了，还好你醒了。你可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楚风弟弟，你若不介意，我去将你苏醒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了，免得大家为你担心。楚月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那你稍等一下，我顺便去叫下医师。楚月说完话便赶忙走了出去。而就在楚月走后，楚风忽然觉得自己的脑袋翻江倒海的非常的疼痛，只感觉自己的脑袋就要炸开一般。可是奇怪的是，伴随着那疼痛的翻涌，楚风原本浑浊的脑袋反而变得清晰起来，而伴随着疼痛缓解，楚风则是彻底清醒起来。只是清醒之后，楚风却愣在了那里。此时此刻，在楚风的脑海之中多出了一股力量，那似是一种武技，但又不是武技，可也不是秘技。这东西与自己那灵魂深处的血脉相连，这与血脉相关的技法不仅有明确的修炼步骤，还有名字，名为天雷九重斩。天雷九重斩，莫非这便是那从天上轰入我体内的9色神雷？这一刻，楚风恍然大悟，搞了半天，那从天降的9色神雷不是真的要灭杀楚风，而是进入了楚风的体内。也正因为这9色神雷太厉害，才搞得楚风肉身碎裂，连灵魂都受到了冲击。但毋庸置疑的是，那9色神雷入体非常的直，楚风能感受到这天雷九重斩比楚风之前所学的任何技法都要强横，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武技还是仙法，甚至是秘技，都无法与这天雷九重斩相媲美。若其他技法，士兵或将，那这天雷九重斩便是王。1斩天雷现，2斩天雷变，3斩天雷合，4斩雷化魔，5斩雷魔动，6斩乱苍穹，7斩化神魔，8斩神魔舞，9斩灭众生。此乃天雷九重斩。这天雷九重斩修炼方法特殊，必须运用特殊的方法引动楚风血脉深处的雷霆，也就是天雷的力量。而这绝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哪怕只是第1斩的修炼难度就已然楚风感到头大。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感到窃喜，可能是因为这天雷九重斩融入自己的身体，融入了自己的鹿灵魂，所以哪怕他还没有练成这9重天雷斩，但楚风却也能够感受到这9重天雷斩的强大。不用多了，只是这第1斩的威力便具备逆战一品的力量。楚风发什么呆呢？女王大人虽然能与楚风共享视听，可却不能看到楚风脑袋里的东西。女王大人，这一次我又因祸得福了。楚风欣喜若狂地为女王大人讲述起这天雷九重斩的事情。竟然有此事！搞了半天，你登上那天擂台的第10重，并非是遭受了天罚，而是得到了好处啊！哈哈，真是太好了！这件事若是让楚氏天族的人知道，那还不得气死？女王大人说道。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他们。虽然正法前辈对我不薄，可是楚氏天族对我究竟什么态度，现在还不明朗。若是让他们知道我的体内有这样一个与天族血脉有关的技法，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办法进行剥夺。楚风说道。那是自然，怎么能告诉他们？但是也只是想再不告诉他们，以后还是要告诉他们的，必须告诉他们。等你以后实力增进到无惧楚氏天族的时候，你就施展出这天雷九重斩，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所掌握的手段是他们这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女王大人说道。哈哈，行，就听我家蛋蛋的。楚风此刻也非常高兴，他觉得他的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而又得到这样的技法，他怎能不喜？只是唯一可惜的是，楚风现在根本就无法修炼。在楚风看来，想要修炼这天雷九重斩，至少要有5仙的修为才行。可是现在，楚风莫说5仙，就连距离天仙境都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想要尝试修炼这天雷九重斩，还真的要耐心的等待才行。但这样倒也给楚风了一个增进修为的动力。楚风，你醒了！就在这时，房门忽然打开，楚轩正法第一个冲了进来。在楚轩正法之后，楚行帝、楚行人、楚月以及一名中年妇人也是一同走了进来。那名中年夫人的模样倒是与楚月有些相像，所以楚风推测那中年夫人应该就是楚月的母亲。但是令楚风有些意外的是，楚月的母亲腰间居然挂着刑罚堂的令牌，楚月的母亲居然是刑罚堂的成员。其实这倒也能够理解，楚轩正法也知道楚氏天族有不少人想对楚风不利，所以照顾楚风也要挑选他觉得可靠的人。而楚月的母亲是刑罚堂的人，也就算是他的心腹，想必也正因如此才挑选楚月照顾自己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除了楚轩正法、楚行的和楚行人之外，楚月的母亲进来的时候也是一脸的紧张，这说明楚月的母亲也很担心自己。楚风从床上跃下，对着楚轩正法等人施以一礼，说道：正法前辈，真是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楚风，你这是做什么？你刚刚醒来，应当好好休养才是。楚轩正法强行将楚风推回到了床上。正法前辈，我已经没事了，您不用担心。楚风说道。没事了？你是说你已经痊愈了？楚轩正法倍感意外，不仅是他，楚行的、楚行人，包括楚月的母亲也都很意外。这也不怪他们，毕竟当初楚风所受的伤有多严重，他们都是亲眼见过的。所以楚风现在说他没事了，他们自然有些惊讶。的确无碍了，楚风说道。大人，医师来了。就在此刻，门外传来一声呼唤，叫医师进来。楚轩正法说道。随后便有2位身着相同衣袍的老者走了进来，而在他们的衣袍之上则可写着4个字：楚氏医师。所谓医师，其实也是戒灵师，并且进来的这2位戒灵师，他们的实力都不弱，只是之所以叫做医师，那是因为他们专攻医疗之法，可能在布置攻杀阵法或者防御阵法上，他们不是非常的强横。但是如他们这种人，在医疗救人方面绝对是顶级。2位医师进来后，便同时施展出特殊的观察手段，为楚风诊断。随后，2位医师面露喜色，同时看向楚轩正法，
说道：“大人，楚风已经痊愈了。当真？”楚轩正法仍然有些不信，千真万确。两位医师同时说道：“竟然真的好了。”确定之后，楚轩正法再度看向楚风，目光变得有些复杂。副堂主大人，既然楚风已经痊愈，那么是不是可以让他参加9月神域的选拔了？楚行的说道。对，9月神域的选拔。听得此话，楚轩正法恍然大悟，随后看向楚风，甚是激动的说道：“楚风，你怕是不能休息了，因为这个选拔你必须参加。神域选拔，前辈，是9月神域快要开启了吗？”楚风问道。看来行德和行人已经与你说过了。楚轩正法说道：“两位前辈的确与晚辈说过，这9月神域快要开启了，只是神域选拔具体是怎样的环节，晚辈还不知晓。”楚风能够猜想到，这所谓的神域选拔，应该就是进入9月神域的一种考核，唯有通过考核者，才能获得进入9月神域修炼的机会。只是具体怎样考核，楚风还不得而知，毕竟不同的考核所需要的标准也是不同的。神域选拔是针对楚世天族的小辈来设定的，对于你这种小辈来说，非常轻松，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而我已经帮你争取到了这个参加神域选拔的机会，只是你之前伤势太严重，却昏迷得太久了。可那神域选拔在今日便要开始，本以为你要错过这次机会，但想不到你在这个时候苏醒，并且身体还痊愈，看来这是天意，老天爷都要你参加这次9月神域的修炼。楚轩正法甚是欣喜，说话间拿出一个令牌，递给了楚风。这个令牌上面写着“神域选拔”4个字。楚风弟弟，恭喜了！就在此刻，楚月上前道贺，而在其道贺之际，也不时地看一眼楚轩正法递给楚风的那块资格令牌，眼中不由得涌现出羡慕之色。这种羡慕之色很明显，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而从楚月这羡慕的表情，楚风也能想象得到，这神域选拔虽然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进入9月神域修炼的机会，可是似乎这个参加神域选拔的资格也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至少这楚月还没有这个机会。可是看楚月的修为也不算弱，虽然只是3品真仙，可在小辈之中已经算不错的了。这样的修为都没有获得这个资格，这更是证明了这个选拔资格的严格。楚月，这些日子你与你母亲照顾楚风，也辛苦你了，所以我也为你争取了一个资格。楚轩正法说话间，又取出了一块令牌，递给了楚月。多谢副堂主大人。看到那块令牌，楚月喜出望外，竟然赶忙跪在地上，施以跪拜大礼。这是你应得的，与我就不要见外了。楚轩正法亲手将楚月搀扶起来，且将令牌塞到了楚月手中。楚月啊，你的天赋不如楚风，但其实也不弱，只要你认真的对待这次神域选拔，还是有机会通过的。楚轩正法补充道。楚月一定不辜负副堂主大人的期望。楚月说道。随后楚轩正法便与楚风介绍了那位中年妇人。果不其然，如楚风所猜测一样，那位中年妇人的确就是楚月的母亲，而楚月的母亲又的确是刑罚堂的成员。这些日子便是楚月和楚月的母亲一同照顾楚风的。值得一提的是，隐约间楚风能够听出楚月的父亲似乎已经不在世了，如今只剩他与母亲2人。而在简单的介绍之后，楚轩正法便带着楚风向那神域选拔的地方行去。神域选拔的地点是一个只有小辈可以进去的大殿，而当楚风与楚月进入大殿之后，便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楚若诗、楚灵溪、楚环宇都在这里面，也包括一些楚风之前见过但却不知道名字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人楚风并没有见过，可是他的实力可是不弱。此人有着与楚环宇同样的修为，乃是一名7品真仙，想必他应该就是楚世天族当今小辈中的另外一位天才楚浩言了。除了这些人之外，楚风还注意到，不算他与楚月的话，这大殿内的小辈总共有98人，而若是算上他们2个，则刚好是100人。想必这次神域选拔的名额也就100人而已。而楚世天族这么繁盛，小辈何其多，只是100个名额，也就难怪这神域选拔的资格这般难以弄到了。快看，那是楚风！当楚风进来的第一时间，便立刻有人注意到了楚风，一时之间惊呼之音响彻开来。人们看到楚风之后，脸上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复杂之色。这些人中，至少有70%的人亲眼见证了楚风登上9重天雷台，唤醒传说中第10众，最终引来了天雷的一幕。所以在他们看来，楚风不仅是回到楚世天族这么简单，以楚风的表现，说他是楚世天族当今小辈中潜力最强，也是毫不为过。所以他们看楚风的目光才如此复杂，尤其是那些之前不喜欢楚风的人，此刻竟然隐隐间有些惧怕楚风。